Hello， 大家好，我是宇哥。今天呢，我们来讲将人类锁在地球的高白外星文明。故事呢是发生在内利斯空军基地的。当时半夜时分呢，食堂空无一人，所有的人都在营房里睡觉。那唯一醒着的这一位呢，是厨师和前门的几个警卫。厨师起床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嘴馋了，想吃点夜宵嘛。但是在厨房之中呢，他居然听到了沙沙声。当他转过身的时候呢，眼角的余光之中闪过一个东西，又白又大，而且呢，他动作很快。突然之间，一扇门开了，然后他就听到了脚步声跑向沙漠的那种声音。他用远角的余光呢，居然瞥见了一个白色的东西在灌木丛中飞奔。他觉得它太大了，不可能是什么老鼠或者是狼，也不管它是什么呢，他不想让它出现在厨房所以他捡起了一块石头呢，就朝着那个声音的来源扔了过去。然后他居然听到了一声哀鸣声。当他伸手向后面准备再次投掷那个石头的时候呢，他说他居然感受到了一阵炙热的疼痛袭向他的身体。于是他放下了石头，他被疼痛和恐惧呢麻痹了。然后他居然在他的内心之中听到了一个女人的声音从他的脑海之中传来。他说停下来，不要再扔石头了，否则呢只有死亡。那疼痛立刻消失了，他居然能动了。于是他立刻冲回了厨房，他锁上了身后的门。当时的他呢惊恐万分，他不知道声音的来源到底是从哪来的，但有一件事情是可以肯定，他说那不是人类的声音。在1965年的3月呢，查尔斯·霍尔呢，他抵达了内华达州的沙漠内拉空军基地。他刚刚完成了基础的训练，很高兴看到了自己的新岗位。他说当时空军的测试他的时候呢，他表现出了非常优异的成绩以全班第1名的成绩毕业。他以为自己毕业以后可以来这边随意挑选自己的岗位，你知道吧？但是他被特别派往了内里斯。那51区呢是爱德华兹空军基地正式的一个分支，他跟这个内里斯是在同一个区域里的。所以这个查尔斯呢就接受了气象观察员的培训。他说他的工作居然是在基地的周围来读取这个气象的数值。大多数人会对这项工作感到无聊透顶，但是查尔斯呢他不介意，他觉得自己有自己的卡车，有额外的报酬，而且没有军官在他的身后盯着。他喜欢自由，喜欢沙漠的宁静。他说如果他想要发泄一下呢，拉斯维加斯呢就在附近。另外呢，查尔斯呢在基地还有个朋友，他的好友叫怀特。他说是他朋友来推荐他做这份工作，所以查尔斯很感激呢有这个机会。那一天晚上呢，查尔斯安顿下来之后呢，他就和怀特他的好朋友开始聊天。突然之间，怀特呢他说变得很严肃，就对这个查尔斯说夏天来了，你得留意哈里4号靶场。那个老哈里非常喜欢热，冬天他躲在山里，天气一暖和他就会出来，他就会来到这个印第安泉附近。他喜欢在这个4号靶场干涩的那个湖床上跑来跑去。他说所以你到那个4号靶场的时候要小心哈里的出现。这个查尔斯当时听了完全就不知道这个怀特到底在说什么。他说这个哈里是躲在山里的某个隐士吗，还是什么东西呢？而怀特呢摇了摇头说原来你不知道哈里的故事那我现在给你讲讲。他说早在1954年呢，弗伦奇麦弗兰茨进行了第一次原子弹实验的时候呢，哈里呢是一匹距离这个爆炸很近的马。虽然距离不足以被气化，但足以近到让它改变了现在的模样，发生了变异。现在如果你看到它，他说它会发出白色的光芒，但你不要靠近这个哈利，也不要看它的脸，它不像一匹普通的马，因为有人见过它，说它更像是人类。它有着大大的蓝眼睛和一条白白的长尾巴。那查尔斯当时盯着怀特看了好一会儿，然后大笑起来，就说你是觉得我新到这个岗位上跟我开玩笑吗？他觉得怀特说这件事情根本就是在唬烂新人的传说嘛。他没有听从怀特的警告，而怀特呢见查理根本不相信他，着急地说我是认真的。查理，当你在4号靶场的时候不要冒任何的风险。怀特就说上次离这个哈里太近的人是一个叫约翰齐默尔曼的人，他说我不希望你落得跟他一样的下场。于是这个查尔斯就笑了，他答应自己会小心的。不过他打从心底里根本就不相信这个传说。第二天呢，查尔斯在医务室候诊的时候呢，他需要进行例行的体检，然后才能到工作岗位上去。那个值班护士发现他在偷笑，就问他你在笑什么呢？查尔斯就讲述了怀特给他讲的这个哈里的故事。于是呢，这个护士脸当时就沉了下来，他就跟他说我马上回来。查尔斯听到他打开和关闭了一个金属的柜子的声音。当他回来的时候呢，这个护士就跟他说我不应该给你看这个，但既然你要去4号靶场工作了，你需要知道那里到底有什么。这是上一个在那边工作的名叫齐默尔曼的一个人的这个医疗文件夹。那里面呢有4张照片，每一张照片上都有一个被可怕的辐射烧伤覆盖的男人。
文件内报告表示呢，这个齐姆尔曼呢是看见了一匹白马从北靶场冲出来，向他冲过来，但他只记得这些，他不记得自己是如何勉强的回到了印第安泉。在那里呢，有一位警官发现了他奄奄一息，痛苦不堪。那看到这里呢，这个查尔斯开始感到不安了。原来这个4号靶场里存在这个哈里事件居然是真实的。那第3天呢，没有办法，他即将要上任了嘛。当查尔斯见到这个沙利文的时候，他将会接替这个沙利文的工作。沙利文呢是个很友好的人，他说很有趣，讨人喜欢。2个人一见如故。沙利文就带着个查尔斯参观了几个位于山脉的气象棚，其中的一个棚子被锁上了，所以他们无法使用设备读取数据。所以他就告诉这个查尔斯说，只要记下数字就行了。查尔斯提醒这个沙利文说，他们只检查了3个气象棚还有4个1、2、3、4号我们还没有去啊。沙利文的态度当时立刻就变了，因为当他们到达这个1号靶场的时候呢，沙利文死活不肯下这个卡车，他很害怕，他就告诉这个查尔斯说，如果他想检查气象棚他就必须自己去。但是沙利文跟他说，我会保持警惕，如果我发现任何东西了，我会寻求帮助的。沙利文告诉查尔斯说，如果你听到我离开，你就立刻把自己锁在棚子里面等着，我会回来救你。那查尔斯就问沙利文，是不是因为那个叫哈里的那匹马呢？沙利文立刻就跟他说道，说没有这种事儿。但是沙利文却不肯下车，他甚至不肯把自己的手从这个方向盘上拿开，而且他紧紧的这个握着这个方向盘。他说他看到指关节都握得发白了。但是这个沙利文呢，他这个反差的态度让查尔斯感到不可思议。等到查尔斯到达乌棚之后，检查了所有的这个设备和日志，他就发现了好像这里几个月都没有人来过一样。原来这个沙利文一直以来都偷偷的离开基地，伪造数字，他没有来过这里，但是他说他来过，你知道吗？他根本就从来都没有进过那些乌棚。而查尔斯回到这个吉普车的时候呢，他就问沙利文为什么要这么做。沙利文并不在意，他说我会带你继续参观其他的乌棚，但我呢不会进去任何一个靶场，要去呢你自己去。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呢，查尔斯在这个印第安靶场上花的时间比任何人都多，因为他特别喜欢独自在那里，他很享受。他说那里很平静，他从来没有看到任何一个靶场上有这个哈里的出现。那有一天呢，这个查尔斯在靶场上，沙漠里特别热，地表的温度可以达到54摄氏度左右。那查尔斯大部分的时间呢都待在乌棚里，因为那里没有空调嘛，但是有一台旧的风扇，但是这已经足够了。再说太阳呢也快要落山了，很快呢太阳一落山，天气就会从酷热转为寒冷，这就是沙漠里的气候。而查尔斯坐在桌子上凝视着沙漠，做着白日梦，看着天空从深蓝色变成了橙色，再变成了红色，除了草地云雀的歌声以外，没有任何的声音。突然之间呢，他说他就看到了有什么东西好像在这个鼠尾草丛中飞奔。查尔斯眨了一下眼睛瞬间就没有了。他以为那只是一只兔子或者是狼，但他的身上呢却覆盖着亮白色的皮毛。他说他越集中精力呢，就越注意到那个东西在迷宫般的这个鼠尾草丛中不规则的移动，好像他遇到了什么麻烦。于是查尔斯从椅子上跳起来，打开乌棚的这个门呢，然后他就向他走了过去。他说那好像不是兔子或者是狼，那是一个小孩。查尔斯看到这个小女孩身高不到91公分，皮肤呈白色，她穿着银白色的连体衣和靴子，头发呢是亮白色的。她有一双很明亮的蓝眼睛，但她感觉起来很害怕这个查尔斯。她被缠在这个灌木丛里，于是呢查尔斯就走了过去。他对这个小女孩说你没必要害怕，我不会伤害你，我会帮你清理。于是他帮小女孩呢清理了缠住脚的这个鼠尾草灌木丛，这样呢她就可以轻松的出来了。但是他明确的表示呢，我不会触碰你，不要害怕。而且呢他还在附近的一个栏杆上放了一个水壶，他就说如果你迷路了，我可以帮助你，你可以喝口水，你只需要对我开口说话就行。当这个查尔斯转过身朝乌棚走去的时候，就在这个时候呢，他听到有什么东西撞破了那个灌木丛的那个木栅了，他的声音很大，移动得很快，而且越来越靠近他了。查尔斯瞬间转过身，看见了一个非常高大的一个白色皮肤的男人，他和那个小女孩长得一模一样，皮肤苍白，头发亮白，穿着银色的连体衣，他正在朝着查尔斯冲过来。而那个他之前听到的那个云雀的声音居然现在开始变得刺耳尖锐了。宁静的沙漠呢开始变得一片混乱。查尔斯立刻逃回了乌棚，用这个路障堵住了门。他说刚才那就是所谓的哈里吗？查尔斯说他也不确定，但他确定呢这些不是人类。查尔斯等了好几个小时之后呢，发现好像外面没有什么动静，而且现在已经是半夜了，沙漠呢一片漆黑，尖叫声也停止了，唯一的声音呢就是风吹过灌木丛的那种沙沙的声音。于是查尔斯鼓起勇气呢离开了这个乌棚，
他走过去还检查了水壶，发现了里面一半空了。在沙漠的地上，他看到了3排脚印，一个孩子和2个大人的脚印。他说有人肯定在这附近。查尔斯看了之后，赶紧回到车上启动引擎，沿着土路飞驰返回了基地。没过几分钟呢，查尔斯又一次受到惊吓。他说就在他返回基地的这个路途当中有一个非常高的女人站在路边的灌木丛中。他说身高超过182公分，和那个孩子的白色的皮肤实体都一样的。她的皮肤呢像粉笔一样白，头发呢白得闪光。他说他们这个人种呢似乎在黑暗之中是发光的。他瞬间就感觉到恐慌，但是有一种平静的涌上了查尔斯的心头。当他经过那个高个子女人的时候呢，他说那个高白的这个外星人通过心灵感应呢，在他的脑海中对他说了话。他说他感谢他帮助了他的女儿。查尔斯感到了恐惧正在上升，但是呢慢慢又回归了平静，仿佛那个外星人在调节他的那个心灵感知的那个能量，就是说这个高白外星人在平复他的感知起伏。所以查尔斯呢就觉得自己不能够害怕，于是他立刻踩下油门呢，检查了后视镜。几分钟之后呢，他发现那个女人消失了，随之而来的呢就是一种平静的感觉。当查尔斯停下车来之后，跌跌撞撞的从车上下来，居然开始呕吐了起来。他浑身发抖，上气不接下气。当时呢，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赢得了一位高白外星人的信任。而高白外星人呢，他们不是地球人，他们的身高呢，在成年之后大概会长到152到182公分左右。他们非常的瘦弱，他们的皮肤像纸一样白。他们来自一个比地球稍微热一些的大一些的星球，他们长期生活在地下。而高白外星人呢，他们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相互不打扰。原来呢，实际上查尔斯并没有被指挥官派往印第安靶场，他的朋友怀特也没有推荐他担任这项工作。他们说查尔斯呢是由高级将领、政府成员和高白外星人呢组成的委员会特别挑选出来的。在内利斯基地工作期间呢，这个查尔斯从未被告知有关于他的工作的全部真相，他从未收到过任何机密的简报或文件，他从未参与任何的暗中行动或秘密政府计划。所以查尔斯呢只是一名气象员，但事实呢他才是被观察的人。就是政府有可能是想看一下人类跟外星人接触之后会发生什么样的一个反应嘛，或者说是外星人想观察这一点。难道是他们在为这个外星人现身的前期做测试的准备吗？在1896年的一个深夜呢，肖恩上校呢在加利福尼亚州洛迪附近乘坐马车旅行，突然之间呢马受到了惊吓，停了下来。路中间呢有3个约213公分左右高的生物。上校就描述说他们的皮肤非常的白，看起来像抛光的象牙，身材非常的苗条，他们拥有一种奇怪而难以形容的美丽。肖恩上校就说他们不会说话，但会发出像鸟一样的鸣叫声。而这个事件呢，大家可以在网上找到整个故事，它曾经登上了1896年的托斯克顿的邮报的头版头条。这是关于高白外星人的第一份现代的报道，但是他们在地球上的故事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比如说加拿大的国防部长保罗·赫里尔呢，是第一批承认外星人存在的高级政府官员之一。他说呢，有一种叫做北欧人与人类非常的相似，还有称之为高白的人，还有是小灰人。那多年以来呢，有传言说至少有一种或不止一种外星人呢，在1954年初呢与人类政府达成了协议。没有人知道协议的内容是什么。最好的猜测呢，也许就是允许外星人在地球上不受干扰的建设基地允许外星人绑架一些人来实验只要他们向政府提供被绑架者的名单就可以了。那作为交换呢，政府呢获得外星人的技术。当时的人类是想要反重力和推进技术的，但是外星人不会给他们。高白外星人就说他们认为人类呢是太暴力和危险的，目前呢是不能够离开我们这个地球这个牢笼的。然而人类呢也确实得到了其他技术的帮助，比如说在1958年呢，人类研发了光纤，并在同年得到了最大的微芯片。隔年的第一个集成电路呢被开发出来。怀疑论者呢反斥说这些都是巧合，但是在1946年的时候，我们人类已经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台现代的电子数字计算机。当时的它呢重达30吨，它包含18000个真空管、7万个电阻、1万个电容和500多万个接管头，它占据了整个房间。但是奇怪的是，这些东西瞬间都在1958年退役了，因为所有这30吨的技术现在可以放在一个微小的芯片当中了。这就是一个相当大的飞跃。不到10年，卫星、无线电技术、无人驾驶飞行器，甚至夜视技术呢，都已经问世了。所以说，这些所有的技术都有可能是军方逆向工程的结果。当查尔斯呢获得了高白外星人信任的时候呢，他说他们就向他展示了其中一些外星科技，
甚至向他展示了他们的飞船。之后查尔斯就说他询问了那些高白外星人，你们是从哪来的呢？然后他们并没有告诉他。查尔斯就说他说这些高白外星人绝对不是一匹放射性的马，他说他是一个高个子的白人的一个外星种族。高白外星人乘坐巨大的黑色三角形钛合金飞船呢，他们在星际之间飞行。较小的侦察飞船呢，被用来在太阳系内探索，可以在地球周围旅行。而这些小型的飞船呢，大约有一辆公共汽车那么大，他们被允许呢，只能在满月的时候降落在地球上。我们以前不是很多人拍到过那种 UFO 啊、侦察机等等这些东西吗？查尔斯就说他了解到所谓的侦察飞船呢，根本就不是外星人的。他说波音和洛克希德等都与政府承包商在建造它们。臭鼬工厂呢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高级开发计划，它致力于高度机密的研究以及奇特的飞行机平台。由于他们与政府达成协议呢，所以大多数军事人员都认为高白外星人呢将地球用作是太阳系中的卡车停靠站。所以地球呢还拥有着丰富的原材料，他们可以制造相当不错的一些飞行器出来。那通过对话呢，在内利斯基地的任职2年期间，查尔斯了解到了高白外星人监督了许多人类的技术的开发，但是他们从未教导过我们如何开发出光速，或者是制造出他们的飞船的那种反重力的元素。如果你看过宇哥之前讲过的自由能源或者是建造 UFO 的那期节目，你就会记得反重力技术呢，在20世纪50年代初是非常流行的。整个航空航天业呢，当时其实都在谈论它，然后突然之间它就消失了，没人谈论它了。于是人们就怀疑呢，美国军方曾经帮助这项技术发挥了作用，所以他们对一切都进行了保密。有的时候呢，这个高白外星人会带着这个高级军官参观太阳系，而美国呢却想将人类的行动呢扩展到其他的星球。但是高白外星人却认为呢，我们人类还没有准备好。查尔斯就说当他们觉得我们准备好的时候呢，高白外星人最终会允许我们居住在其他的星球的。那么他们想要查尔斯这样的人到底是做什么呢？如果这些生物已经与政府建立了工作关系，那么查尔斯为什么突然会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呢？答案呢马上揭晓。在这些高白外星人中查尔斯了解到他是实验的一部分。高白外星人正在研究他对他们这个物种是很有吸引力的。高白外星人呢也喜欢和查尔斯在一起。高白人还教导查尔斯关于他的族人，他呢教导他关于人类。所以这个查尔斯和他在一起时间长了之后呢，以至于他成为了高白外星人的宠物一样。而且这个高白人还开始说英语了，但他们的自然声音比人类要高得多，音域要广得多。他们的自然的语言好像就跟那个鸟鸣一样。虽然高白人看起来呢有点像人类，但他们的能力呢与我们完全不同。他们拥有强烈的情感投射，可以投射心灵感应投射到我们的人类意识当中。他们还能够感知遇到的人类的各种情绪状况。尽管高白人天生爱好和平，但他们总是带着武器。他说他们带着一种像笔一样的物体可以击晕、伤害甚至是杀死物种。听起来有点像是声波螺丝刀，但是查尔斯从未处于危险之中。他说他与这个高白人建立了深厚的情感联系。人们对高白人的这个生物学知之甚少，我们只知道他们衰老得很慢，他们的第一阶段成长可以维持400岁，此时他们的身高只有6到7英尺，然后他们经历第2个阶段的成长，他们可以长到8、9英尺高，他们的眼睛呢从蓝色变成粉色。而高白人的平均寿命呢，他说约为800年左右。而查尔斯说他从来没有被告知他们的家乡星球在哪里，他觉得他们是在故意保守这个秘密。然而当查尔斯提到说外星人来我们这里只是游客的时候呢，他说那些高白外星人开始变得不舒服了。尽管他们是更高级的物种，但是高白人害怕人类的直觉能力，尤其是他们相信人类会进化出利用这些力量的能力，就是跟高白外星人一样力量的能力呢，只是时间的问题。他们相信人类也会发展出心灵感应和远程感知能力的，也就是说用思想移动物体他们相信每个人都有这种能力，将自己的意识投射到地球上或者是更远的任何地方。就像是宇哥之前讲过的会摇式的研究人员嘛，每个人呢都有这种能力，但是只有少数的人能够利用它。之前宇哥就讲过那个英格斯旺摇式月球的故事嘛，没看过的人呢可以点宇哥的头像进去翻找。那总的来说呢，就是查尔斯与高白外星人的这个经历持续了2年。在1967年的时候呢，他被派往了越南，从此呢，他说他就再也没有见过这个高白人了。他说他直到退役，他等待了40年呢，才开始将他的故事讲述了出来。但当他终于说出来的时候呢，其他的目击者也逐渐的站出来，讲述他们也见过了高白外星人的事件。
在2002年呢，查尔斯想要出版他的书《千禧年的浩克》，但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出版，于是他自行出版了这本书大获成功。我们不知道这个查尔斯·霍尔说的到底是不是实话，但是我相信呢，秘密政府、影子政府是确实存在的。大家觉得呢？那么好了，故事呢，宇哥也就讲完了。别忘了订阅关注宇哥的频道看后续更多精彩内容哦。